来当好了，两个大帅争地盘，受罪的全是阿拉老百姓。关怀罗刹国人日日登来边境，自家人先磕得头破血流，真作孽哦！躲去滨城讲武堂又能怎么样？两边真要开打，我管得了什么？姓陈的，拿命来！可惜了，手握20万洋币启动款，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一场爆炸毁了所有转机，最后让罗盘国人坐收渔利。要是我是他，绝走不上这条死路。我居然穿越到了近代史书里的火车爆炸前。乘警，头等车厢有刺客，腰上捆着炸药。都别动，敢在铁路线上动武，活腻歪了！少管闲事，这是我们跟陈家的私仇。私仇？私仇！你带炸药上车，他娘的整节车厢110号人陪你一块死！真他娘的悬！再晚半步，咱哥俩都得跟着陪葬。多谢这位长官及时示警，不然这趟车非出天大的乱子不可。你把这俩货押去行李车，眼睛盯紧了。我去通知列车长，这节车厢前后2道门全守住，到站前不准任何闲杂人靠近。明白。史书里，原主死得不明不白，北地军群龙无首，混战打红了眼，最后国土沦丧。我从100年后穿过来，正好卡在爆炸那些节点，硬生生把这死局掰了回来。既然活下来了，这条历史的死路就得彻底改道。混战要拦，罗盘国人要挡，这烂透的世道也该翻个新了。号外！大华国军陈兵江北。平和饭店扼守黄金江码头咽喉，又挨着洋人管制区，是滨城官商江湖各方势力碰头的核心地界。如今我先一步盘下这家店，就是攥住了滨城的消息与人脉枢纽。本店今日盘整，不接散客，要喝茶用饭，您请别家。我不吃饭，找你们东家戴子镇先生谈盘下这家店的事儿。盘店，口气不小。这饭店临着黄金码头，背靠洋人街，别说盘下整栋楼，您怕是连里面一桌正席都未必吃得起。别在这儿凑热闹了，赶紧走吧。慢着，小兄弟年纪轻轻，张口就要盘我的店，是替家里长辈来跑腿，还是自己能拿主意？我自己就能做主。报纸上登的格局我看过，但盘店不是小事，亲眼看过后厨、宴会厅和顶层阳台，确认值不值这个价，再往下谈。有点意思。行，跟我进来吧。你懂饭店经营？不懂，但我知道这地方待着踏实。很多洋楼饭店装的金碧辉煌，人一进门，先闻见的全是铜锈味。这饭店闹中取静，能接官面应酬，能做私密商谈，是个能成事的地方。20岁不到的年纪，能说出这般通透的话，穿得普通，眼界可一点都不浅。进门不问装修花费，先看航线格局、露台私密性。这孩子绝不是寻常来滨城淘金的莽撞少爷。戴先生急着脱手这饭店，是怕时局乱了，外国人管制区里的华人产业保不住，对吧？你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知道戴先生是红蟒主事，旁人怕沾你的麻烦，不敢接这产业。我不怕，不仅不怕，我还能经营起来。年轻人口气不小，我倒想听听你出什么价。坐。来看饭店的人不少，大多进门先打听木料是不是酸质老料，墙上的字画能不能折价算进房材。
连院里那半架假山都要掰扯半天，全是些撑门面的俗物。因为这些东西最打眼，能拿出去跟人吹嘘撑排场。可你方才盯着露台的航线看了好半天，露台和后厨是最掺不了假的地方，主人用不用心，平日接不招待贵客，看栏杆的磨痕、灶台的包浆就一清二楚。你这年纪怎么想买这种地段的饭店？我就想找个能落脚、能待客的地方。产业是用来做事的，要是买下来还要端着架子凑排场，那跟在洋场酒会上逢场作戏有什么两样？哈哈哈，这么通透的话，竟从20岁的后生嘴里说出来，难得。实不相瞒，我车库里还搁着一辆莱斯劳斯轿车。这饭店你既然接了，往来应酬也需个像样的代步，那车全当我添的乔迁贺礼了。一辆莱斯劳斯市价少说20余万大洋，我若推拒反倒生分，收下这份人情，往后红帮的人脉便算搭上了半条，这笔买卖怎么算都不亏。既然戴先生厚爱，晚辈便却之不恭了。跟我进内院吧。这浮雕是什么木料？老黄杨木的，乾清宫里流出来的物件，算下来快200年了。这定力也太老道了，20万大洋的饭店加20万的车，谈起来跟菜市挑青菜似的。瞧着不像是土财主家的莽撞少爷，倒像是从小跟着长辈耳濡目染练出来的。这饭店我挂牌80万大洋，你要是诚心要，我抹掉2万。对了，楼里这台洋人装的有线电话也留给你。外国人管制区线路稳当，外头寻常宅子可装不上。过户的窃税罚费，咱们各担各的。正是这个规矩。正式交接前，大堂与宴会厅的大件家伙，麻烦列份留存清单给我。那台电话，还有这刊黄杨木浮雕，也一并算在里面。让了2万大洋，还搭了辆车，他眉头都没皱一下。这后生不简单。好说，我今儿没法当场定断，但心意基本定。看得出来，你跟那些巴不得当场掏银票买下，转头就没影的年轻后可不一样。这产业我不急着变现，你要是办实事的，我优先给你。明白。饭店差不多定了，接下来该置办住处了。从前原主买车买表只为显摆，这辈子住处必须够稳够私密，紧要关头能藏得住人，谈得了机密和谈意义，是止战布局的后方暗线。换做从前的少帅见了这些，铁定挑最招摇的独栋洋楼。可如今这处洋房必须僻静隐蔽，既能存放密电与资金，又能密会各方人士，避开外国人管制区巡捕与军阀眼线。先生您好，我们这儿主营欧美设计的公寓洋房，您随意看，有相中我给您细细说道。先生您看，这套沿街公寓，好多军阀少爷都爱买，出门就是电车，拍个照登公报也风光。我要僻静，院子大，结构稳的，不用撑什么排场。碰9条，喝了，今天真是手气好。老板，外头有个穿凉衫的华国人，盯着霞飞路那套独栋洋房不走，说是要看房。华国人穿长衫，又是来凑热闹的，不用理，他买不起。你就是泰利洋行的托马斯老板？是我。你要看房？霞飞路那套很贵的，英式乡村风格，红砖外墙配独立花园与地下酒窖，屋顶隔热层是前年刚升级的新款。英国住宿总领事的前任私宅，同款户型全槟城不超过5套，霞飞路仅此一套。我说的对不对？你懂建筑？略懂。把这房子的地契、原装修账册拿给我看看。前任业主只不过花园围墙，别的没毛病。你觉得这房子怎么样？格局尚可，对得起这个价钱。我托马斯，你可以看房。陈天龙。你看着那些花国少爷冲阔气，看房先摸门柱，叫人拍照登报纸。他不一样，先查地基，看格局。他真懂。他穿的普普通通的，怎么会懂这些？我还以为他就是进来开开眼的。就这套，我定了。真定了？
好，我这就给你准备手续。房价50万大洋，过户、地契，所有费用都在里面。说实话，利润很少。买下这处洋房，等于在外国人管制区核心区有了一处绝对私密的安全屋，地下酒窖可改造成密电室。这不是安家，是给指战布局安一个稳固的后方。行，就按这个价走。陈先生，痛快！什么时候能交接？现在就能交接。陈先生，运气好，这门牌全霞飞路只有10块，一般人有钱也拿不到，您配得上。大华国军推进速度比史书上记载的还快，圆圆券的行情随时可能启动。先把饭店的事敲定吧，正好饭店里有现成的线路，省得再去领事署跑手续。戴先生，我是陈天龙。思量好了。思量妥当了，这饭店我要了，走洋行按揭，头期款按最低成数付。明日您若得空，我过去签契。你是想留着活钱周转生意？正是这个打算。陈天龙啊，陈天龙，洋房和铜牌不算稀奇，可这后生太稳了，半点没有20岁年轻人刚置办好产业，恨不得满城逛一圈显摆的张狂，处变不惊，半分刻意炫耀的意思都没有，不简单。这位是汇通银行的霍尔行长。陈先生真是年轻有为。先办手续要紧。好的，麻烦您出示一下证件，还有存单资料。账户银钱往来干净清晰。一个刚满20岁的年轻人，手里握着这么大一笔干净的外币现银，实在少见。按揭全然没问题。陈先生，您的资质十分过硬。我们走内部加急通道，比寻常流程快上不少。头期款按最低2成半，戴老板打过招呼了，放款进度我亲自盯着。好，买几十万大洋的洋房，跟买把椅子似的。不过是套9成新的住处，算不得什么。几十万大洋的霞飞路洋房当住处，说出去外头的人可不信。房子本就是住人的，霞飞路在滨城地界也算不得如何张扬。倒也是，家里就这么由着你折腾，跟家里人不相干，我就是想把银子花在明处。所以你精打细算走按揭，转头又买了套洋房，手头得留够活钱周转，后头还有不少事要铺排。房钱是小数目，总不能为了个全款的虚名，把往后的路子堵窄了。有意思。有钱人家的子弟见了不少，可他说话老成，做事利落，半点不拖泥带水。这饭店卖给你，我线下反倒觉得踏实。怕我接过去把产业糟蹋了。这饭店我可经营好长时间了，你要是一进门就先问我字画值多少银子，或是今儿开着豪车故意停大门口按喇叭显摆，那我今儿绝不会签字。处变不惊，有分寸，知进退。咱们这买卖交情可以再往前进一步。先前只顾着谈产业的事儿，还没正经自报家门。戴子镇，红帮滨帮主事，兼着航运工会的差事。戴先生，叫我戴叔就行。红帮是明面上的名头，平日也做些航运与码头生意。滨城地界不大，你以后在这儿读书，真碰着什么麻烦，未必非要自己硬扛。你跟那些见了人密就往上凑的年轻后生不同，知进退，懂分寸。老家是哪儿的？北地龙城。来滨城读书？在滨城陆军军官学校读参谋科，先把落脚的地方定下来。北地来的，年纪轻，手里有银子，不装懂。这份礼数与眼界，绝不是普通财主家里养得出来的，倒像是权贵家里悉心教出来的子弟。银钱与退路都给足了，才会有这份松弛劲儿。行，往后不管什么事儿，只要不是太出格，都可以来找你戴叔。真要是遇上难处，我定然不会跟戴叔客气。不刻意客套逢迎，不胡乱攀扯交情，也不端着架子清高，是个干实事的性子。好，这饭店的物件我带走也没甚用处，那看佛雕还有正厅的字画都给你留着吧。多谢戴叔。
陈先生，惠家跳水了，您看要不要先止损离场？按原计划挂单，不用动。这是拿不住利润的散户在恐慌抛售，大资金还在往里抬价，回调只是昙花一现。饭吃7分饱，力赚8分足。顶部从来不是一个精准的点位，是一段区间，没人能赚进最后一个冲板，摊到最后，只会被套在山顶。这笔快钱总算落袋了，200万大洋，这就是我一步一步挣出来的底气。既然有了余钱，饭店的尾款也没必要白白送给银行。戴叔，平和饭店的尾款，我准备提前结清。有了饭店安身立命，有了洋房私密落脚，才算在滨城真正扎下了根。麻烦帮我预约明日上午办理房产尾款结清手续。户主陈天龙，按揭是上月戴子镇先生担保办理。果然，真正的舒服从来不是装给旁人看的体面，是落脚处实打实的安稳。明日办完手续，就按原定计划去军校报到。从前原主攥着20万洋币，只想换一场虚浮排场，这乱世里的第一步总算踩实了。可这还不够，要劝住大帅止战，还差得远。江滩前线的炮声一天比一天近，我必须更快。陈先生要提前结清饭店尾款，按规矩，我得先试验下账户明细与资金来路。银元券一波上涨行情，市面人人都能看明白。可短短半月赚出30多万大洋的净利，绝不是押对方向这么简单。进场10点，加仓节奏只赢分寸，错一步，利润便要折损大半。这年轻人手段竟这般老辣。没问题，可以办理。尾款今日便能走完划转流程，后续敲个手续，我全程跟进，您尽管放心。有劳了。尝尝刚炖透的老山参，补气驱寒。20年的老山参，文火慢炖的火候，竟和小时候帅府里冬日常备的参茶滋味分毫不差。从前这样的老参都封在樟木箱里存着，后来战乱流离，便再也没见过这般足年份的货色。不合口？哪里的话，只是喝着像极了北地老家冬日常喝的参茶。戴叔，这20年的老山参，寻常药行怕是淘换不到吧？这参的确是从关外私运过来的老山参，就算在北地地界，也不是寻常财主家庭能常年当茶饮的。他一口便喝出年份来路，看来这位陈少的来头比我先前估摸的还要深。你喝得惯便好，尾款补的倒是麻利，是家里汇的款到了？不是家里的钱，近段市面会有行情，随手做了几笔跳利赚的。北地来的年轻后生，平日不显山不漏水，一出手便是几10万大洋的净利，哪里是普通家的少爷啊？年纪轻轻便有这般判断力与定力，后生可畏。戴叔，没别的事，我先告辞。后续交割的手续还劳您多费心。好，我正好也有桩事要处理。老戴，火急火燎的，又有什么事儿？老汪，别说我没想着关照你。怎么，又要塞给我书法展的帖子？我可没空去凑那个热闹。少贫嘴！你们学校这届参谋科新生里，来了个了不得的年轻人。日后要频繁出入军政商界场合，对接各方代表，行头必须得体，不张扬，不炫富，但要让懂行的人一眼看出分量。这是斡旋谈判的第一张名片。先生留步，这边是定制款，只接待登记在册的熟客，普通成衣在外头架子上，您可以那边看看。定制款不能看，实在对不住，这几身料子金贵，怕蹭脏了不好交代。瞧您这身打扮，普通成衣也够穿了，没必要看这么贵的。里昂织纺的羊毛呢，内里收针留了暗纹印记。今年秋冬的预留款，全滨城也就12件，我没看错吧？去叫你们老板皮埃尔过来。您认识我们老板？你只管去说，就说有人要订今年预留的高定份额。
您好，我是 Pierre， 听说您要看预留的高定款。我姓陈，你们这一季高级定制衣料的预留份额是不是都锁给了顶级熟客？还有这手工丝线暗纹，内里收针处留的织纺印记，里昂织纺的订单子，今年还能走免等候的通融渠道吧？抱歉，陈先生，方才是店里的伙计，不懂事，多有冒犯。去把3号11房清空，把今日刚到的秋冬高定洋衣全部拿过来。您先试衣，尺码与搭配我亲自为您打理，给您门店最高等级的熟客折扣。有劳。绝不会看错，真正懂行的贵客买衣裳从不凑热闹，只看触感，看剪裁，看纺织来路，这才是真正的顶级骨客。日后陈先生出入各种高端场合，这身行头就是无声的身份牌。8000大洋的衣裳，眼都不眨，便结了账，还能精准说出只有核心熟客才知道的内部规矩，定然是华国顶级富豪家族出来的子弟。陈先生，请留步。今日伙计怠慢了您，实在抱歉。这枚品牌年度限定手工怀表，全球仅制10枚，不对外发售，只赠予年度消费前10位的顶级熟客。我今日赠予您，聊表歉意。按史料记载，再过1年，这枚怀表在沪上藏家手里能炒到18000大洋。日后和军界人物打交道，一块有分量的怀表，比说多少话都管用。费心了。陈先生，日后有任何需求，随时吩咐。陈天龙，参谋科新生，正式在这里签个名，通知书给我。学弟你好，我是教务处的林佑珍，负责本届新生的学籍与课程对接。后续要是有选课、调课或是学籍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到教务室找我。换做原主，早忙不迭地上前搭交攀关系，可无端攀扯的交情，从来都做不得数。更何况她是前外交总长林继民的女儿，林家手握外交人脉，是日后止战和谈的关键桥梁。多谢林老师，我先熟悉熟悉校园环境，有问题再去教务室请教。学员3队408，请放。多谢。2天前我还在灯下翻大华国军校史的稿本，今日竟真真其实站在了滨城陆军军官学校的营房里。如今我有宅有店有身家，这批学员里藏着日后各方的中坚力量，正好能结交合适的人。史书里寥寥数笔记载，原主初入滨城的头半年，总对着这面旧镜子反复打磨姿态，费尽心思想装出天生世家子的模样。可惜假的必究是假的，骗得了镜中人，骗不过局外人。史书教注里提过408营房的另外3人，白金明耿直重义，是能托付实事的人手；林景琛出身江东军方，能对接南方军阀体系；汪胜奇是汪校长儿子，这3个人值得用心结交。劳驾劳驾，往旁边挪半步，都怪我爹硬塞了半扇蜡烛腿1捆干笋子，沉得我半路吸了2回。我帮你搭把手，谢谢。原主后来装阔露馅，狼狈退学，满校人跟风嘲讽，唯独这个白金明没落井下石，确实是个值得深交的人。谢了啊，兄弟，我还以为我头一个到呢，没想到你更早。我叫白金营，贵省来的，读参谋科。你呢？陈天龙，北地来的，同系。这么巧，合着咱不仅是室友，还是同班同学，缘分啊！对了，你知道水房在哪儿不？我得找块抹布先擦床板。出门左转尽头就是。我刚打了热水回来，壶在桌上，你先倒点暖暖手。那感情好，多谢了啊，老陈，以后咱就是一个战壕的兄弟了。这营房也太不像话了，房区连兵营都装了暖气管子，反倒让我儿子住这破地方。明天我叫军部后勤处的人来，给这一层全装上铸铁暖气片。这般冷天，别冻坏了孩子。爸，别在这丢人现眼了。我丢什么人？我给我儿子改善生活怎么了？滨城这1亩3分地，我说话可是很有分量的。从前也是这般架势，史书里写的明明白白。林景琛父亲是江东驻防师长，手握南方军阀的实际兵权，是日后对接南方和谈的重要切口。对不住啊，小兄弟，我方才莽撞了。这是英国顶级制表行只给全球前10位熟户的限定款。我去年托了3层人情，花了上千大洋好处费，连滨城店这唯一的名额边都没摸到。这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头？那个景琛啊，军部突然有紧急军务，我得先走了。
你不是说要装暖气、换衣柜吗？小兄弟，方才对不住，说话太冲了。以后景琛在营房，麻烦你多照顾照顾。师长客气了，都是室友，互相照应是应该的。你爸咋突然变得这么客气？莫名其妙的。不就一块表吗？至于吗？可算出来透口气，这营房冷得跟冰窖似的。哎，对了，咱营房还有2人没到呢，左右不过这2天，早晚会来。两军越靠越近，擦枪走火只在旦夕之间，留给我布局的时间比预想的还要少。哎，兄弟，你也是408的？是。参谋科新生汪胜奇，江浙汪校长的嫡子，史书里提过，年纪轻轻便在财政司挂职，眼界远超同龄人。和汪胜奇结交，等于握住了南方财政体系的一条线。陈天龙，北地龙城的。汪胜奇，江浙人，握手的力度与分寸拿捏得极好，定是常年跟着长辈应酬，耳濡目染练出来的。哎呦，可算齐了！我叫白金明，贵省来的。走，先上去放行李，等会儿咱宿舍第1顿饭必须安排上。我叫林景琛，江东人，随父住房槟城。你这身衣裳料子赏鉴，是自己来学校的？自己坐车来的。这小子怎么油盐不进？难道真只是衣裳料子好点？景琛，你爸真猛，又是装暖气，又是换床板的。对了，你这表挺好看啊，值多少钱？还是白金明这样看着顺眼，敞亮痛快，不值什么钱。这块也就700多大洋吧。我的妈呀，一块表700多大洋，这都赶上我们贵省小县城一套宅子了。来，尝尝我爹给我塞的腊肉，还有酸笋。一口下去可带劲儿了，别客气啊，以后都是室友。咋样？没骗你吧？还行。这么好吃，怎么可能就还行？新生操练结束，咱必须狠狠搓2顿饭。第1顿别吃太油，连冻那么多天，肠胃得先缓2天，不然容易闹肚子。真想吃点好的。外滩有家私房菜叫江南居，平日没熟人带不去，我爸带人去过几次。食材和厨子都还算过得去，那家的葱烧辽参、酒酿蟹还算过得去，最顶尖的还是清汤桂鱼。从前老住厨掌烧时，火候稳，鱼肉紧实，如今换了新厨，火候拿捏得太刻意，反倒失了食材本身的清鲜。火候太刻意，失了本味，这话与上周我爸请的那位省府大人物说的一字不差。他怎么可能知道？我去，你真吃过啊？那你说学校附近哪家馆子适合我这种穷学生？后街那家煲仔铺吧，门脸破，但排骨煲用料实在，热乎管饱。记住了，第1顿咱408就去这家。天龙，你咋啥都知道啊？哎，对了，你们报到的时候见着教务处那个林佑珍老师没？长得也太出挑了吧！我刚才登记的时候盯着人家看了好半天，差点把名字写错。林佑珍，听说刚留洋回来，年纪轻轻就做了教务处的位置，家世学问都不差。方才在校门口见过。举止很得体，陈天龙连看都没多看旁人一眼，身上穿的是定制洋装，搭配的挑不出毛病。这个室友绝不普通。走啊，人都齐了，咱408不得整第1顿？你下午说那家后街煲仔铺真好吃啊？好吃得很。那还等啥？我都快饿断气了。我刚才路过看了一眼，我感觉后街环境一般啊。一般你也得吃，大少爷今日先体验体验寻常百姓的日子吧。几位对不住，堂食全满了，实在腾不出位置。全满了，这生意也太火了吧？没必要在这儿耗。附近有个西餐厅，我有熟客名额，不用等。开学第1顿我来请，算给大家接风。那个，要不还是算了吧。第1顿就让你请这么贵的，像我们专门出来占便宜似的。1顿饭而已，那也是钱啊。这些军阀子弟最是眼高于顶，上赶着请客，反倒落了下乘。这3个人各有背景，日后都是只占布局的助力，关系要处得平等舒服，不能有谁欠谁的人情。别请了。什么意思？头1顿饭别坏了规矩。一个宿舍要住几年呢？银钱事小，最容易乱了分寸。往后谁想请客都是的，但开学第1顿还是平摊的好，谁也不欠谁的人情。我同意，平摊最好，没负担，也不用记人情。对，我也觉得这样妥当。虽然我确实饿得能吃下一头牛，但1顿饭归1顿饭，不能刚认识就让人破费，真麻烦。行，平摊就平摊。那现在咋整啊？平摊归平摊，饭总得有吧？我这肚子已经开始骂我了。跟我来。老板，我姓陈，从前听滨城商会的朋友提过，贵店后院有2间雅间，只招待老客。今日带几位同学过来，能不能通融安排1间？
账记我名下。瞧您说的，什么通融不通融的，快请进。后院2号雅间刚空出来，我这就让伙计收拾出来。几位爷，里边请。可以啊，老陈，你连后院雅间都知道，我还以为今天得站着吃了。香，真香，这比我娘做的都好吃。就算我娘今日要揍我，我今日也必须说实话。吃饭从容不迫，随口就能叫开只招待老客的雅间，这份涵养与门路，陈天龙定然也是大家族出来的。活过来了。哎，你们说军校4年都有啥打算啊？我先说，别被开除，最好再捞个婆娘。要捞不上，起码毕业前让我瘦个20斤。你这目标还真够接地气。那必须，老百姓的愿望向来朴实无华。你呢，琛哥？我军校主要还是拿文凭，另外就是跟着家里多接触些更核心的军界圈子。比如昨天我爸想排一款顶级制表行的限量版劳士力，那种顶奢不是有钱就能买的。我爸说，那个洋行老板暗示他，起码先搭售5万大洋的低端货，才刚够资格进排队名单。我去，买个表还要先搭5万的破烂，5万大洋啊！这都够在我们老家县城买几套房了，这规矩也太离谱了吧！那牌子搭售的老规矩，今年开春就改了。不是，你小子又懂？说什么要搭5万大洋的货，多半是店家想清库存。真能拿到货的人，不靠砸银钱撑流水，全看总部客户等级里有没有免等候的直通资格。真花5万大洋，肯定平白被人当冤大头宰。啥？你少道听途说，人家洋行老板定的规矩，他能不知道？至于什么减料，都是外头酸出来的谣言。顶奢怎么可能干这种砸招牌的事儿？可他说的太顺了，等会儿必须给家里打电话查查。若是真的，我家岂不成了送上门的冤大头？是真的。半个月前，我们家族都收到了他们发来的内部通函，提到了免等候直通权限变更与机芯材质换的差价补偿。哎，多嘴的老毛病又犯了，嘴比脑子快。差不多了，结账吧。4煲仔2小菜，一共120个铜板，一人30个铜板，回头一并给我便是。来，我现在就给，规矩不能坏。408第一顿必须板正，看见没？现大洋直接给，我这人主打一个爽快。30个铜板不多，甚至少得有点好笑。可随口能叫开后院雅间，能说清顶奢内幕的人，偏又在这小馆子里认真收30个铜板。真是看不透。行，咱们走吧。吃饱了就是爽。明天当会，你们说咱们班里会不会有狠人啊？鱼咬钩了，我手里这笔头次，正缺个懂行情、会探路的好手。沈墨存在财政署混迹多年，握着旁人拿不到的官面消息与政局内情。这把刀虽蒙了尘，却依旧锋利。日后盯行情、探风声的杂事，尽可交给他。老陈，你搁这看啥呢？笑得一脸灿烂的。没什么，刚想到一个人。我去，你小子不会是看上教务处的林佑珍老师了吧？这才开学第1天啊，哥们儿，你这就有点不讲究了，能不能给408的单身汉们留条活路？脑子里除了捞婆娘，能不能有点别的？随口便能爆出顶奢内幕，绝不是普通人。想到一个人，这人分量绝对不轻。这个叫陈天龙的室友身上的迷雾越来越厚了。老陈，你跟我交个底，昨晚你是不是真对林老师有意思？你这就有点不够意思了。408的单身汉们还嗷嗷待哺呢，你开学第1天就背着我们抢先手。没有，我想的都不是什么校园里的事。下面开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白金明，从贵省来的。我这人优点挺明显，能吃能扛，脾气好。缺点也有，懒得动脑子，能动手绝不比比。以后谁要想干架找我，绝对好使。林景琛，江东人士，家里做点军务相关的差事，以后在滨城有问题可以找我帮忙。陈天龙，北地龙城人，以后请多关照。有意竞选区队长、班长的同学，可以毛遂自荐。战事推进的比史书还快，再不想办法，半年之内全面混战必定爆发。
区一个区队长虚名，在家国大局面前连尘埃都算不上。满纸洋文的行情密电，全是大宗会的实时走势。旁人还在争破头抢个区队长的虚名，他心思早已落在银钱场上的真刀真枪里，哪里是无心争抢，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下午不能浪费，茶馆、商场、钟表行随便挑一个，军校生活必须拉开序幕。老陈走不走？你们去吧，我下午约了人。走错包厢了吧？冒昧问一句，您是替家里来传话，还是替哪位长官过来的？都不是，坐下说吧，沈墨存。不用费劲猜我是替谁来的，没有别人。昨日给你发电报的人就是我。我查过你，你比旁人早3天拿到大华国军推进的密报，本该届时大赚一笔。可你上司私下挪用公样填补别处亏空，导致头罪不足，遇上几队直接亏空，最后上司全身而退。你被推出来顶了罪责，名声臭了，被几大财政系统联名排挤，还背上了一身你现在根本还不清的亏空债。你如今是个连平头老百姓都不如的废人。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这份报告我看过了，逻辑很准，底层产业摸得很细，你很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没人敢用你。但我不一样，我今日过来就是愿意给你这个重新上桌的机会。机会重新上桌，这位先生，你能把我查得这么清楚，我很佩服。或许你家里真的很有背景，让你拿了一笔压岁钱出来练手。我如今虽落魄潦倒，背着一身还不清的债，却还没沦落到陪富家子弟玩银钱过家家的地步。汇兑市场不是儿戏，几万大洋砸进去，可能连个水花都听不见。抱歉，今日这趟打扰了。150万大物。150万大洋，这不是几百几千的零花钱，是能在滨城汇换盘口掀动风量的真金白银。你这份银元券的研判太惜命了。从前你在财政署操盘，杀伐决断是出了名的，如今倒像被绳子捆住了手脚。如今不比从前，银元券不是单看供需的死演练，战局一日三变，这时候不稳着来，一个回帖就能把头问吞得干干净净。我求的不是赚多赚少，是先活下去。活下去没错，但你不能把吃肉的行情也按喝粥的法子做。此番大华国军连战连捷，征政部的密电3日前就到了滨城，只是压着没发。前几日盘面来回震荡，底下都有大笔承接单拖着。那阁下有何高见？你把这些回踩都当成风险，劝人减仓避险，可偏偏这时候才是上杠杆的最好时机。等外媒把风向吹透，官面通告一登，真正的主升浪才会来，场外资金根本追不上。不信的话，你自己翻。全是银元券多单，首饰试仓收得极稳，第二笔加仓恰好卡在几日前回踩的最低点，满仓杠杆操作，差一个时辰便是爆仓的下场，这绝不是运气。你手里握着最核心的政局内情，这些都是你做的，恰逢其时罢了。大华国军定鼎南方是大势所趋，银元券升值是必然，我只是顺势而为。这笔钱不是用来享乐的，是要用来拦着开战救这个国家的。在这样的交接单面前，我那点纸面推演根本不值一提。今日我才算遇上了真正的高人，你到底是何方神圣？我姓陈，北地来的，眼下在滨城陆军军官学校读参谋科。160万大洋的钉子，北地背景，连日常穿的长衫都是里昂织坊的定制暗纹。滨城早有传闻，北地大帅家的嫡子来滨城读书，莫非就是眼前人？陈先生，不必这般拘谨，往后盘口上的事，你唤我陈天龙便是。是，陈天龙先生。往后大的行情方向我来定，具体何时建仓，何时停康，头嘴怎么拆分，全由你全权了理。你眼下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官面、洋行、码头各处的消息网在心支起来，情报越详细越好。你放心，我还有一条规矩，我平日要照常上课，没有要紧事不必询我。号里的事务，你逢5逢10拍一封电报过来，说清进度便好。我记下了，把你常用的联络地址留一下，先拿去把要紧的债务清了，再治2身几遍的行头，寻个妥当住处歇2天。
歇够了，就去注册一家汇罪商号。这张票子是启动本钱，商号立起来，给你顶一成分红身股。您放心，我沈墨存和这条命往后便交给商号了。消息网3日之内便能重新搭起来。只要你把事办妥当，这一成身皮，日后的价值远不止你眼下想的这些。这鬼地方是真熬人啊！寒气从脚底板往上钻，被窝里躺半宿都暖不热。再熬2天，我真要冻成冰坨子了。罗盘国人已经开始动手试探了，父亲那边压力越来越大，南边大华国军又步步紧逼。可他不知道，一旦混战耗尽北地军力，罗盘国人就会趁虚而入。不行，必须更快推进和谈。路过校外酒菜烧的，温透了，趁热抿2口。九哥，你可真是救苦救难。暖上来了，这一口下去，5脏6腑都活过来了。景琛，昨儿你爸不是说要装整层暖气片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再这么冻下去，我这贵省来的身子骨真扛不住了。学校事务处流程慢，哪能说装就装？我出去打个电话催催。爸，你昨儿说装暖气的事怎么没信儿了？舍友都问到跟前了，你到底跟军部后勤处打了招数没有？打了啊。结果事务处查了说，你们那栋老营房线路老旧，撑不住整层暖气片负荷，要装就得整栋楼停气重排管道，得等寒暑假动工。学校那边直接给回绝了。装不了，我话都放出去了，现在跟室友说装不成，我脸面往哪儿搁？爸，你再想想办法，总不能让我当众食言吧？行了行了，整层装不了，我给你打笔钱，你自己在外头找工匠，悄悄给咱们408单独装一组凑合用，买好点的牌子，剩下的你自己零花。行吧，也只能这样。怎么样，陈哥，有信儿没？打过招呼了，整楼管道确实不行，但我家里跟事务处打了招呼，特批给咱们408单独装一组。真的假的？陈哥，你路子也太野了。批是批了，走流程还要2天。我催催那边，让他们尽量赶工。200大洋砸进去，只要面子兜得住就值。408是吧？我的天，终于活过来了！陈哥，你在滨城真是手眼通天。不对呀，景琛，既是学校事务处批的，怎么这2位师傅穿的是外头五金行的衣裳，连个学校的腰牌都没有？再说都这时候了，事务处还熬夜办公，这个学校的差事本就多托给外头工匠行，特批的急单走库房调货赶不及，自然是直接找相熟的铺子加急。能大半夜带人上门，还是景琛家里面子够大。对对对，就是事务处常合作的工匠行，特意加钱赶的工。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还是琛哥排场大。亏得陈天龙原厂，不然今儿这脸就丢尽了。行了，暖气也有了，都早点歇着，明早还得去操场站队列。唉，一想起冬训我就头疼。平日看着不苟言笑的江浙世家儿，一副忧国忧民的清冷模样，背地里居然藏着一本法文原版的欧国艳情小说，看得入迷，倒是藏得挺深。动什么动？谁准许你们动的？站军姿讲的就是一个竞速，冰碴子灌进脖子里也得给我钉在原地。第3排左数第2个，手往袖筒里缩什么？笑什么笑？方才笑的那个出列，报告教官，没笑。嗓门倒是洪亮，是块当兵的好料。从前原主挖空心思找借口逃操练，就怕冻着累着失了贵公子体面。如今没了那些虚荣盘算，就这么直直站在风里，反倒觉得踏实。全体都有，原地休息1刻钟。按说站这么久寒风里，早该手脚僵麻了，怎么气息反倒稳得很？穿越一趟，不仅带了满肚子实稿，连身子骨和记性都一并强了数倍，这才是真正傍身的底牌。有了这些，劝爹止战的把握又多了几分。自打来到这大华国时代，不单是满肚子实稿脉络越发清晰，连对时局走势的判断都比出来时更稳更准。那些印在纸页上的前朝旧事，终是成了我立足乱世、阻止混战的本钱。快看快看，树底下那位老师气质也太好了，一身米白呢子大衣，捧着相机安安静静的，满身书卷气。
往那儿一站，跟周遭的人都不是一个路路。这军校来的值啊，光看这美人都不亏。穿越到这乱世，如今有平和饭店做据点，有洋房可落脚，手里握着100万做翠打底，不必像原主那样曲意逢迎任何人。林继民这条线是打开和谈大门的钥匙。幼真，这边测光好，人脸柔和不生硬，拍几张全景试试。学籍册上要贴的照片得周正些。太刻意了，一个个绷着脊背，挺着肩，全是摆出来的姿态，僵硬得很，半点少年人的生气都没有。又是这样，但凡遇上这种事，男学生多半会借着递东西的由头搭话，问学系，问姓名，殷勤得很。他应该也一样吧。林老师留神，蔡司原厂的配件，滨城市面上不好配，摔坏了可惜。林老师，他没佩戴校徽名牌，身上穿的是统一的操练服，分明是刚入学的大一新生。迎新那日人多嘈杂，我也没做过公开的大会为自我介绍，我们素未谋面，他怎么知道我姓林？这位同学，我们以前见过吗？迎新那日去教务处交材料，听过老师做自我介绍，便记下了。学籍册的照片都弄好了，站这儿盯了快1刻钟了，从来没见你对哪张学生照这么上心。怎么看上人家学生了？谈不上，只是觉着这个学生气度不一般，年纪轻轻，遇事不慌，懂分寸不越矩，身上有种少见的沉静劲儿，不像寻常的军校新生。哎，你们说，操场上那位白大衣老师到底是哪个出处的？长得好看，气质又好，我这军校4年，要是能跟他说上几句话，都算没白来。你趁早打消念头，那样的出身气质，没有家底和教养，从小堆着根本养不出来，寻常学生根本挨不上边。怎么着？想想还不行啊？想随便想，追就别想了。普通新生那点套路，在人家面前根本不够看。真要是能搭上话，我把家里新给的那辆军用吉普送出去都乐意。林幼真，教务处的，兼着校刊摄影课，前外交总长林继民的千金。可以啊，老陈，平时不见你跟女生说话，结果人家底细你门儿清。完了完了，林老师这是被你盯上了。我白金明最讲义气，绝不跟兄弟抢人，我退出。知道个名字算什么本事？真到了拼家底的时候，你拿什么比？军用吉普的钥匙，林景琛也太小林家了。林家长着外贸、地产、人脉3大摊子，家底厚的惊人。在人家眼里，一辆几万大洋的吉普不过是寻常玩物。不对，他不仅一眼认出了林幼真，说起林家背景时语气太平淡，没有半分羡怨或刻意，这份淡然，是根本没把林家的势力放在心上。陈天龙，你到底是什么来头？我出去一趟。老陈，你去哪儿？帮我带瓶热荷兰水。行。绍兴花雕，10年陈的，来4小坛。天寒地冻的，睡前抿2口活血解乏。劳烦再拿个结实点的黑布袋子，大号的，给宿舍3人各带1坛，既能解冬训的寒，也能拉近关系。人脉从来不是靠摆排场堆出来的，是靠日常点滴出来的。这3个人，日后都是指战局里的助力。爽！九哥，你以后就是我亲哥。顺路买了几坛花雕，老法子，睡前抿2口，明日拉练脚不沉身子不僵，1人1坛，你们分了吧。九哥，你这是搬了个酒铺回来？咱军校明文规定营房禁酒啊，被训导处抓着可是要记过的，我可不干。关起门来谁知道？胶鞋底子薄，明日拉练走1天，半上午脚底板就得起泡。睡前抿2口，气血通了就不动得慌，比什么药草都管用。确实是陈年花椒，
活血驱寒的效果比草药好，这天寒地冻的正合适。我林景琛就是脚磨出血泡，冻出毛病来，也绝不碰这种违反校规的东西。我的乖乖，也太舒坦了，浑身都暖透了。真冻得慌，可我话都放出去了，再拿酒喝也太没面子了。景琛，你不是说……你喊什么？我就是闻着酒味散出来，怕训导处巡查文件，先收起来。等明日拉练完，我倒要看看这酒到底有没有说的那么神。你昨晚明明说……快睡吧，再有2个时辰就吹去集合哨了。酒是烈了点儿，凑合解乏而已。今天这拉练是真要命，亏了九哥的酒，不然我这双脚真要废在半路上了。现在脚地板还麻着呢。琛哥干啥去了？这么晚才回来？路过卤日铺烧的，都过来吃。琛哥大气，这热卤味简直是续命的。多谢。营房人多嘴杂，白金明瞥见了肯定嚷嚷的全楼都知道，还是图书馆清静。周遭学生顶多认得几个英文单词，根本识不得法文，没人会猜到这是欧国禁毁宴请本。他指尖掠过丝绒帷幕，像夜风拂过带露的蔷薇。这一本翻得太板正，职业痕迹太重，把原文里那点缱绻的暧昧的劲儿全磨没了，丢了大半风情。陈天龙居然懂法语，还一眼就认出了这本极其小众的禁书。我特意躲到图书馆最偏的角落，压在课本底下看，他路过一眼就看穿了。绝不能让第3个人听见半句，不然我这清冷世家子的脸面就全没了。你居然看得懂原文？早年翻过几版不同的译本，这版偏守正，少了点灵动。你慢慢看吧，我再去找找书。这个送你，苏黎世工坊的内供款，寻常人见都见不得。既是个顺手的人情，也能试试他到底懂不懂这些老派物件。苏黎世工坊的内供款，倒是少见。陈天龙居然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份眼界果然不是寻常人家出身。佛罗伦萨手工款，不对外发售，寻常贵宾连见的资格都没有。我只在父亲的藏柜里见过一模一样的暗器。我本想试探他，反倒显得自己小家子气了。陈天龙哪里是不懂，是见得多了，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多谢。走走走，景琛，陪我去后街谭岩寺打2杆。冬训熬的人发闷，去球房松快松快，不然下午都没精神。走啊，景琛，磨蹭什么呢？今天我请客，必须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杆法。琛哥，你就选个舒服的位置坐着。我跟你说，我在家没事就跟我叔打，准跳好着呢。老板，2瓶热荷兰水记我账上。琛哥，你这杆可以啊，象牙杆头，纯银配重，你这是从哪儿淘来的宝贝？随手托人弄的，没什么稀奇的。赶紧开局，别啰嗦。杆倒是挺贵，球技不怎么样啊。合着花大价钱买杆，就是来摆样子的。你嘴里放干净点儿，打球就打球，瞎叨叨什么？干好碍着你事儿了。有本事赢了再说风凉话，赢不了就闭嘴。琛哥别往心里去，这破球屋台步糙得很，杆都不顺手，影响你发挥太正常了。等下轮你看我的，我替你收拾他们。吵是吵了点儿，不过还挺痛快。给你的，台费你付了，饮料算我的。谢了，琛哥。麻烦各位同学填一下户籍信息表。老师好，老师平日管校刊也挺辛苦的吧？以后校刊要是有排版、拉赞部的事儿，都可以找我。
方便的话留个老师的联络地址，以后有什么事儿也好对接。抱歉，工作上的事去教务室找我就好，联系地址不便外流。对了，上次操场的事还没谢你。还有，你是怎么知道我姓林的？迎新那天听老师做过自我介绍，便记下了。你这栏住址信息没填全，后续学籍核对可能要联络你，留个住处电话吧，有消息我好通知你。方才还说不留私人联系地址，这又是怎么回事？好。行，那我们保持联系。借补全学籍的由头，问问他的中学出身，这人处处透着不一般，总得摸清楚底细，才好判断来路。果然是借着学籍摸底细，打得好算盘。前世史料里记过，原主编造教会名校往他身边凑，最后落得难堪。林家这条线要铺，但得是我主导节奏。林老师，不好了！国立名校名录我烂熟于心，这松花江省立中学竟从未听过。本以为他藏着世家子弟的底牌，原来只是所地方学堂，怎会有那般气度，还认得蔡司相机？我几番试探铺好的章法，被他一句淡如水的关照悄无声息泄了力。这人分寸拿捏得太准，不殷勤不疏远，反倒比百般说辞更让人看不透。明日便是周末，平和饭店也该正式运营起来了。这点试探还不够看，往后日子长着，林家这条线慢慢铺便是。兄弟们，冬训总算熬完了。这周末我做收，去江滩军方联合酒会见见世面。我爸有会员名额，带你们开开眼界。军方联合酒会，陈哥你这牌面也太大了，我得好好收拾收拾，到时候多拍2张照片寄回老家去。那就多谢你破费了。客气什么？对了，去的时候也方便，我爸新给我的那辆军用吉普刚弄好，周末我开车带你们过去，省得打黄包车了。军用吉普，陈哥你也太牛了吧！景琛，军方吉普是单排座吧？你那吉普就单排2座，哪儿坐得下4个人？可不是嘛，林少，4个大活人，2座位再怎么挤也塞不下呀！糟了，只顾着显摆车子，竟忘了这车只有单排座的事儿。这算什么难事儿？我开敞篷，捎上名字先动身，回头让家里司机开别克专程来接你2位。天龙，你有行车执照没？有的话，明天那辆别克我让司机直接把钥匙留你。不用劳烦你家司机，我自己有车。你有车？什么车？代步的而已，图个方便。哦，旧车啊，旧车也行。不过去江滩路远天寒，万一半道出点小故障也折腾。听我的，开别克，宽敞稳当，省得麻烦。不用，我自己开惯了。行吧，随你。名字，明天你坐我的敞篷。好嘞，陈哥，等会儿沿着江滩兜一圈，让路上的人都瞧瞧多风光。我这辈子还没坐过军用吉普呢，说什么也要拍几张照寄回老家。盛奇，你明天坐别克还是坐我的车？这还用选？放着轿车不坐，去坐旧车，脑子不清醒吗？不用麻烦司机跑一趟，明天我坐你的车就行。放着别克不坐，去坐旧车，这王盛奇怕不是读书读呆着？行，明天一早我去取车，校门口碰头。你说林景琛回家捣鼓他那吉普，咋不带上我？该不会是怕我看见他家公馆太阔气，自卑吧？林景琛那般死要面子，把阶层刻进骨子里的人，绝不会往外说这种土气名字。连他爹信风水取这名的底细都摸得一清二楚，他的消息路子到底有多深？走吧，先去吃早饭。10点半，校门口碰头。师傅，去霞飞路平和饭店车库。戴子镇送的这辆车平日搁车库落灰，今日刚好开出来用用。军酒会是滨城军政商界的核心社交场，一辆够分量的座驾，能省去很多自我介绍的麻烦。在搬进向阳的公馆前，
绝对不能让408的人知道我住这地方，尤其是陈天龙和汪胜奇，问起就说是临安别院。对，漫不经心提一语才像真的。都这个点儿了，车库该没人了吧？今天我必须把东讯装暖气丢的面子连本带利全赚回来。林景琛，妈，你不是去邻省看场子了吗？怎么大清早站在车库里？吓死我了！我连夜坐火车赶回来的，刚进门就听见车库轰隆隆响，你头发上抹的头油都能淌下来招苍蝇，开个破铁壳子去学校显摆啥？是不是想开着车追女学生？妈，你胡说什么呢？我就是平时代步开，什么追女学生？你儿子是那种轻浮的人吗？行了，你是我生的，还不知道你那点心思。谈恋爱妈不反对，但你给我记住，找对象别找那种风一吹就倒的瘦肘杆儿，找个骨架壮实、屁股大的，以后能生儿子。妈，你能不能别瞎操心了？我审美正常的很，绝对不会找那种女人，你想都别想。那也行，实在遇不着合心意的姑娘，寻个脾性合得来的离婚婆娘也无妨。你妈我在外头做生意这么多年，见得多了，思想开明的很。不管是什么伴儿，只要脾气对路，别把你爹那心脏病气出来，妈都支持你。哎呀妈，你可别说了，再磨叽我跟同学约好的时间就迟到了。我走了啊，晚上不用等我吃饭。陈哥，你这排场也太大了吧！这敞篷，这军牌也太帅了！我这辈子啊，还是头一回离真军用吉普这么近，看着就带劲儿。行了，名字，一辆代步工具而已，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待会儿上车，随便你看。那必须的，今天说什么也要沿着江滩兜2圈。富德 M1917款军用吉普，直列4缸3.3升排量，配3速手动变速箱。是军方刚采购的标配款，能淘到成色这么好的，倒也难得。还是盛奇识货，这车里外整备花了小1000大洋才淘到手。对了，陈天龙怎么还没到？这都到约定的点了。我们先过去了，你在这儿等他，碰面直接往酒会赶。知道了，路上慢点开。乖乖，这是莱斯劳斯吧？全滨城都没几辆的顶级座驾。这排场指不定是哪家洋行大门，或是领事署的大人物。这种级别的车，怎么开到学校里来了？陈天龙说开代步车过来，原以为是普通家用轿车，没想到动静这么大，能直接开进学校正门的车，绝不是寻常人家的代步物件。果然是他，藏得这么深，偏生每次露出来的底子，都比旁人预想的更厚。不好意思，晚了点儿，车在饭店车库搁了些日子，出门才发觉油存量不足，绕路补了趟油。没事，他们俩先过去了，怕预定过期。上车吧。陈哥，那莱斯劳斯坐着得老带劲了吧？我这富德也不差呀，前面路宽，我给你踩一脚深的。明子，等会儿到了酒会，咱们先去账台报到，报完在门口等陈天龙和汪胜奇。没问题啊。领事专属牌照，这牌子不太好弄吧？运气好，买饭店的时候东家一并转赠的。这种带领事特权的牌子，比登天还难弄。林景琛的车是撑场面的幌子，陈天龙这车才是真的日常代步的家当。你也挺有意思，今天特意把这车开出来，是想逗逗林景琛。待会儿碰见了就逗逗，碰不夹就算了。更重要的是，军酒会上真正要员云集，有这辆车和号牌在，进出各处都方便，也能让戴泽镇的引荐更有分量。今日酒会核心目的是拓展人脉，为和谈铺路。先生您好，正门是贵宾专属落车区，寻常车辆请往前至公共停车区停放。我是酒店金章会员，今日预定了4人席位，赴李督军的私宴，账记林富贵师长名下。非常抱歉，先生，
酒店规矩，落客区不可久留，请您移步前方贵宾停车区停放，感谢配合。我去，这也太豪华了吧！你好，预定的尊享席，账户名林富贵。这地方可不是外面普通酒楼，军商合办的，规矩大得很。会籍分3等，银章、金章、白金特邀，越往上越难办。我爹在槟城经营军务生意多年，今年开春才拿到金章会员的平帖。林先生，您的预定信息已核对无误，请您稍作等候。你怎么没什么反应？这地方不够档次？档次肯定够，装修讲究。不过陈哥，你是没见过贵省那边的酒楼排场，从大堂到雅间，从戏台到园林，绝对要砸不少银钱。我们家总去那儿吃酒。哦，这样啊。所以你这看着更私密、更金贵，但其实也就那样。听说这儿的私宴很有名。我有会籍。你看我干什么？没什么，随便看一眼，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也觉得这地方的名字和门头装得太刻意。下车吧。帮我洗洗车身，内箱也擦拭一遍。晚点我走的时候来取。一定按您的要求安排最高规格的清洗打理，祝您体验愉快。你经常来？来过几次。动作这么熟练，其实来过几次的样子。这话真是滴水不漏。老陈、盛奇这边，你俩可算到了。老陈，早上咋还迟到了？路上找地方加了个油，来晚了。嗨，没事儿，反正我跟琛哥也是刚到，这儿的沙发软和得很，多坐几分钟也不亏。走吧，别在大堂站着了，咱们先去专属休息间。晚点要是累了，还有专聘的西王侍女做全套西式推拿，穿统一的女仆装。今晚咱们不回学校了，明天中午再慢慢回去。先洗澡再吃宴席，今晚还不走了？琛哥，你真是我亲哥呀！侍应生都没指路，陈天龙下意识都知道往哪儿走，却又故意让林景琛走在前面。老陈，你到底是什么人？各位贵宾，这是您的专属休息间，请进。我去，这也太豪华了吧！为保证各位贵宾的绝对私密，洗浴、推拿、更衣均为独立单间，各位可在各自房间内完成。不是，这也太讲究了！大老爷们儿洗澡不就该在大池子里泡着聊天？都关在小单间里洗，哪有大池泡澡热闹？跟在营房冲凉有什么两样？你想干什么？谁要跟你坦诚相见？你是不是有什么奇怪的毛病？你少扯淡！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洗澡的精髓是推拿放松。都关在小隔间里，谁给按？难道自己身手够后背？等会儿给我们4人，每人安排1位推拿侍女，做全身舒缓推拿。这边休息区应该配了单独的推拿室，不用当着外人的面。先生请放心，我们有独立私密的推拿室，洗浴、推拿、冲洗可分开完成，侍女均为英级，受过专业训练，绝不打扰贵宾。我先帮各位去安排一下。这就合理了，这么贵的地方连个正经推拿都没有，也太憋屈了。我刚才就是这意思，只是没来及细说。琛哥，咱们啥时候吃宴席啊？我现在胃里能直接装下1整头牛，再不吃饭都能啃桌腿了。按规矩来，先去各自单间泡澡，冲掉这10几天的寒气，再去推拿室体验侍女手法。等收拾利索了，直接去宴会厅，想吃多少吃多少，吃饱喝足回来泡温泉做推拿。哎呦我的亲娘嘞，这西洋侍女的手法真地道，力道拿捏得准，按完感觉整个人都轻了2斤。虽然不是咱老家的老把式，但这份精致劲儿确实顶。这下你爽够了吧？不行了，兄弟们，我现在胃彻底刨空了，比刚进门还饿10倍，正处于最佳进食状态。走吧，带你们去见识真正的顶级军官晚宴。上等雪花吊龙，说什么也要先来5、6轮，海鲜专挑带壳个头大的尽兴吃。各位贵宾，本宴按位分席上菜，选好食材后，后厨现点现做，由专人送至桌前。是自己取，宴席要是没有端着盘子在餐台前冲锋的劲儿，精髓就少了一半啊！先生请放心，所有菜品均不限量，您可以随意点单。那还等啥？先来30份上等雪花牛肉，20份法式香煎鹅肝，先上这些，不够再加。你点那么多肉，多少点点喝的顺顺嗓子。这儿有鲜榨果汁和进口气泡水。陈哥，这你就不懂了。吃席的门道从来不是吃最好的，是专挑最贵的吃。饮料占肚子，一口不碰；主食便宜，一口不吃。热的时候油脂最香，凉了就发腻。
看见没？就得这么吃，不碰饮料，不碰米面，这才是对顶级食材最起码的尊重。行吧，这地方的分席上菜虽然没啥热闹劲儿，但食材是真金贵，吃起来也是真爽。消化消化，回休息间进行下一项，露台观景。你们先回包房，碰到个熟人，我过去打个招呼。去吧去吧，快点回来啊！那露台大得很，咱们4个在里面搓麻将都够用。这边地方大，迷路了就找试应员往包房带话。没想到你也喜欢来这儿放松。这地方离你们学校可不近，开车过来也得折腾一阵儿。戴叔，冬训刚结束，跟室友一块过来歇会儿。冬训是个苦差事，平和饭店那边住的还习惯吗？这几天开学还算顺畅吧？挺习惯的，房子安静，学校都是些走流程的事，没什么麻烦。有个事儿跟你提一句，江滩前线最近不太平，两军天天都有小规模交火，北地军主力还在往关内调。照这势头，开春说不定就要全面开打，比史书上的时间提前了整整1个月。再拖下去，就真的拦不住了。必须尽快见到林继民，通过他打通和谈的渠道。这小子坐在这销金窟里，眼神都没多转一下，就像坐在路边茶馆似的。几百万现金流，轻描淡写，连我珍藏的特供茶都只当寻常物。这小子看来城府颇深啊！去后台走个账，给陈天龙办一张白金特邀会员平帖，那些繁琐的验资、引荐流程全部跳过。好的，戴先生。陈先生，稍后我会把办好的专属白金平帖亲自送到您的包房，您只需提供一下基础身份信息即可。戴叔，不用这么麻烦的。不麻烦，既然你以后要在滨城待几年，这地方也算个清静去处，总不能以后每次你带同学来都走普通客人的排队流程，拿着平贴进出也方便些。好，谢谢戴叔。这般顶级的特权摆在眼前，他连神色都没变半分，这份定力绝不是池中之物。来得正好，给你介绍一位你应该认识，还是你们滨城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老戴啊，你还是第一次这么郑重给我介绍年轻人，你该不会是想把手伸到我们学校吧？不过今天这位看着倒不像是刚入学的新生，这份气度倒像上级派来视察迎新的年轻军官。校长好，大一参谋科一班陈天龙。别站着了，坐。你这张嘴啊，王破锣。这么多年了，当了校长还是没个正形。整个滨城现在也就只有你还敢当着外人的面这么叫我了。行了，别光嘴上认识，留个联络的法子。真遇到什么麻烦事儿，或是有不好解决的，也方便直接找他。好，天龙啊，留了以后别只在学校惹了麻烦才想起我，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人家孩子又不是缺你这一个联系人，真有事儿还能找不到人办？戴叔，校长，我室友还在包房那边等我，就不打扰二位叙旧了。行，你去吧，跟同学们好好玩，有事随时往学校事务处带话。这个就是你前段时间跟我提过的疑似北地来的少帅。名字你大爷的，放手！风都灌我领口里了。哎呦，九哥回来了，快来快来！这露台看江景绝了，风吹得浑身都舒坦。陈先生打扰了，戴会长已亲自交代，这是为您补录开通的白金特邀会员平帖，以后您来此无需任何预约，凭此帖均可享受最高规格接待。2楼军官晚宴区也可自由出入，您看还满意吗？知道了，替我谢谢戴叔。好，你先出去吧。白金特邀会员，管事亲自上门送帖，还能自由出入2楼军官晚宴区，这跟林景琛那枚金章平帖根本不在一个层级上。陈天龙的底蕴到底有多深？老陈，你还站那儿干啥呢？赶紧过来吹风啊！江风正好，吹得骨头缝里都透着舒坦。马上。我去，老陈，你这身板可以啊！平时穿衣服不显山不漏水，我还以为你是白面书生，没想到居然这么结实，看着比练体育的还壮。身板这么好，平时没少练吧？平时随便练练而已。九哥，
相请不如偶遇，今天让兄弟亲自给你安排一个观景洗头套餐。老陈，你这反应也太快了吧！我都没看见你是怎么出手的，让你刚才灌我疯。哎呦，陈哥，你大爷的，别戳我，救命啊，老陈！打扰一下，想请问贵店的会店等级具体是怎么划分的？先生您好，B店会店由低到高分为银章、金章、白金特邀3等。那办理这些会店有什么门槛？规矩很严，白金特邀会员不接受任何外部申请与验字，唯有酒店高层或核心股东特殊授权，以特邀形式发放。而且持帖者可自由出入2楼军官晚宴区，这是金章会员都没有的权限。这下我心里有数了。老林，少爷，你联系一下滨城江滩的军方酒会酒店，用家里的名义准备资产证明，在这边办一张会纸。好的，少爷。需要给您疏通关系，弄一张最顶级的吗？不用，规格不用刻意求高，办一张银章就行。5万大洋的门槛，足以让我站到能与他平时的牌局边上。陈天龙，我汪氏家族的家底实力也不弱。我不行了，我这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再玩下去都要喘不上气儿了。但这地方的弹球堂是真带劲儿，球桌、台布、球杆敲起来的手感，比后街那破球棚强100倍。这地方还行，以后没事可以经常过来看看江景。走了，结账。林先生您好，您本次消费包含4人4宴、担子房延时使用费及附加餐饮，累计消费共计8000大洋整。不过不好意思，林先生，账册核对显示，您这枚金章会员凭帖已被暂封记账资格，是不是你们账册弄错了？赶紧的，我们还赶着走呢。林先生，账册显示确为暂封状态。按照 B 店规矩，能冻结金章会籍的，除了酒店最高管理层，便只有户主林富贵先生本人。建议您直接联系户主确认情况。爸，我在酒会结账呢，你把会员凭帖给暂封了。儿子，这事儿吧，你听爸跟你解释。你妈突然从连城赶回来，撞见我藏着这凭帖，非得闹着疯了不可。你个小王八犊子，你昨天回家不看看我就算了，见着面话都没说2句就跑了，有你这么当儿子的吗？养你这么大容易？滚！少拿老娘当挡箭牌。我有会籍，我来吧。哎呀，我来吧。不急，叫你们老板过来。几位先生有什么吩咐？原来是白金尊客驾到，小人有眼不识泰山，这单全免，全免。免就不必了，正常记账。出来玩，哪有让朋友掏钱的办法？他这张权限竟比我还高，这陈天龙来头果然深藏不测。天龙，今晚谢了，这个人情我记下了。都是同学，客气什么？时候不早了，回学校吧。老陈，你可真能藏啊！我刚才看老板腰都快弯到地下去了。家里长辈办的，不值当提。能让滨城顶流酒店老板这般恭敬，绝不是家里长辈办的这么简单。他之前一直藏着掖着，今晚主动出手，分明是故意做给我看的。我玩了一宿，现在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后排宽敞，正好窝着补觉，你们别吵我。睡你的，到了叫你。老陈，你这车隔音是真没会说。回去接着睡吧，明天还有开学典礼。哎，你看见没？纯黑色莱斯劳斯，就停咱们宿舍楼下。行啊，老陈，这才刚开学，你就成全校神秘人物了。校新生传八卦的速度比预想的快。他这么招摇，怕是明天开学典礼就要出风头。走吧，上去休息。你们看见没？就停在宿管阿姨那栋楼侧面，黑色莱斯劳斯，到底是哪个院的新生开来的？还是外面哪个领事把车停进来了？你没听布告栏那边传吗？连别的系的女同学都在打听，说想抱大腿。下面进行大会第5项。大一新生代表发言，底子最硬的风云人物要出来了。
这种大型校内会议的核心环节，名单、发言稿、上台时间，早就在校领导的内部会议里定好了，跟我毫无关系。听完等着散会就行。来得正好，给你介绍一位你应该认识。这校长不会是想借着这个场合不动声色地试我一回吧？接下来有请本届新生代表参谋科1班陈天龙同学上台发言。新生代表名单早该定了，可这老头不仅摆了我一套，还摆得光明正大。正好借这个机会把混战的危机、罗盘国的野心讲出来，叫醒更多人。你小子藏得真深啊，能让校方高层直接硬推上台，陈天龙背后的能量绝对深不可测。各位先生，各位同学，上午好，我是陈天龙。站在这个台上对我来说也是个意外。哎，不对呀，之前不是定的林景明当新生代表吗？怎么突然喊老陈了？看校长的神色，不像是念错了，倒像是临时改的主意。开学这些天，我在宿舍，在食堂，听得最多的便是诸位盘算入什么社团，攒什么人脉，想着混4年资历，毕业托关系谋个安稳差事。可在我看来，这实在是最无谓的事。诸位看看这世道，中原大战硝烟刚散，南北摩擦又起，混战不休，数十万青壮斩死沙场，百姓流离无所，饿殍遍野，耗的都是华国人的血，烂的都是华国的家底。关外罗盘国虎视眈眈，龙城外日夜军演，军舰堵在港口，枪炮架在边境，我们在混战里耗尽国力，自损筋骨。他日外敌扣关，谁来守万里国土？谁护4万万同胞不做亡国奴？老陈这嘴也太提气了，说得我浑身都热了。毫无准备被突然点上台，竟能字字珠玑，句句铿锵，这份定力与格局太少见了。我被军人当为救亡图存而练，为实业兴邦而学，不搞派系倾轧，不做蝇营狗苟，他日消弭混战，共御外报，让华国能站着活下去，才是我们青年军人该有的模样。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他手里什么都没拿，全是脱稿临场说的，这也太厉害了吧！各位同学，我是校长汪道全。刚才陈天龙同学的发言很实在，也很有骨气。不过我得向大家坦白一件事，我今天跟他，也跟在座诸位，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他是被校长临时点名架上台的，几十秒的准备时间都没有，就能说出这番话，这含金量也太吓人了。一份慎则稿，此马可以打磨得极尽华丽，可那都是写在纸上的空话。你们将来要带兵，要打仗，敌人不会等你摆好阵型再进攻，变局不会等你想好对策再降临。学校看重你们的学业成绩，更看重你们的定力、担当与分寸。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知家国大义，怀赤子之心，这才是军校该教给你们的东西。今天的开学典礼到此结束，各学院按安排有序退场。这事儿闹的，我脑子到现在还没转过来，合着校长是拿你当考题，考给我们所有人看呢。陈天龙，老师怎么了？汪校长有交代，系里也都知情了，让你现在去行政楼校长室一趟。知道了，谢谢老师，我这就过去。校长找你肯定是好事儿，说不定要给你发嘉奖。我们在宿舍等你，晚上下馆子给你庆功。汪道全当众点名考验，又公开说是玩笑，这一手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正好借这个机会，请他牵线林继明，这步棋总算能往下走。请进，天龙，坐。刚才在大会上没提前打招呼，没生我的气吧？还好，也就是临时多想了几句词，没出什么岔子就行。你这孩子心气倒是沉得住，不过你在酒会的时候叫戴子振，那是一口一个戴叔，叫得多顺溜。怎么到了我这儿就连一句汪叔都不肯叫了？汪叔，您这是在学校里，我怕坏了规矩。咱们私底下不讲那些规矩。天龙啊，你那辆黑色的车，今天在学校里闹出来的动静可不小。学校对车辆进出是有严格管理的，普通学生平时不允许开车进出校园。那校长的意思是？不过既然你平时有代步的需求，每次在门口登记盘查也确实麻烦。我回头吩咐事务处
把你的车牌记入校内通行名录，各门岗直接放行。行政楼旁的车库也给你留个固定车位。不用麻烦了，王叔，那辆车太招摇了，最近动静已经够大了，我也没想着天天开着它在校园里转悠，确实不太方便。我准备最近再去买一台低调点、普通点的车。行，既然你想换台低调的代步车，那这事儿你联系他。这是税务处车务组的老沈，等你把新车提回来，直接去税务处找他，把新车牌报给他，他会给你登记的。谢谢王叔。行了，不耽误你休息了。今天这事儿算我欠你一回。下次学校再有活动需要你上台当代表，我保证提前1天告诉你。那你最好提前2天，我好多背2句稿子。哈哈哈哈！以后在学校里真遇到什么不好处理的事儿，别绕弯子，直接找我。王叔，我确实有件事想请您帮忙，我想托您和戴叔牵个线，拜见一下林继民先生。你要见他？你可知他是什么身份？前外交总长，手握政商2界人脉，如今战事吃紧，我想请他出面斡旋和谈。你这孩子心思果然不在校园里。行，我和老戴帮你安排，成与不成看你们的缘分。明白。汪叔留步。老戴，你这看人的眼光倒是一点没老啊。这孩子跟咱们地方上那些富商养出来的子弟是真不一样啊！而且他刚提了要见林继民，这孩子是真要做大事啊！这大少爷平时不是摊着擦雪花膏就是吹牛，今天这坐姿是在等全员到齐。天龙，昨天在酒会那事儿，谢了。我知道要不是你出手，我那天这脸在滨城就算是彻底掉地上了。昨日的情我记下了，我林景琛心里有数，绝不白欠人情。真没必要，兄弟之间不至于搞得这么严肃。你先别急着拒绝，我本来想着结账的5万多块钱，我直接开庄票转给你，但我仔细一琢磨，转钱你肯定不会收，所以那就送这个。全天下不管谁看见了，就没有不喜欢的。我去，琛哥你这手笔也太硬了。林叔叔说的太对了，这全天下谁不喜欢黄金啊？这玩意儿拿在手里比啥都踏实，这叫硬通货。行，那我收了。我听说咱们学校营房停车场那边停了一辆黑色莱斯劳斯，这到底是哪个新生这么猛？还是哪家关系户把车开进来了？排场搞得够大的。那还能是谁的？天龙的呀！买饭店的时候，东家赠的代步车而已，图个方便。 20多万的莱斯劳斯被他说的像200块买的破自行车，这得是什么样的家底，才能养出这般视钱财如无物的淡然气度？我本以为进普通营房是屈尊，结果一头扎进了藏龙浴虎的地方。天龙，你现在是真的出名了。现在学校里有一群人每天在停车场蹲点，那帮人叫嚣着，今天晚上就算不睡觉，也必须得把你这个神秘车主给揪出来。景琛，我想请你帮个忙。什么忙？你先说。 帮我把那辆莱斯劳斯从学校里开出去，那车子太扎眼。昨日停在宿舍楼下本是图审视，如今布告栏全在打听车牌，再停下去平白惹麻烦，我最嫌麻烦。你怎么不找盛奇？他应该也有行车执照吧？盛奇有执照，但这种事他也嫌麻烦。你是江东本地人，路况熟，开车也方便，交给你最合适。今天我还得去一趟领事署挂号领牌，想请你陪我走一趟，然后再一起回学校。行，这事交给我。我在后街的路口等你。行。 你先去，我收拾一下。今日亲手把莱斯劳斯开出校门，既能沾沾排场，又能卖陈天龙一个人情，一举两得。帮陈天龙挪个车而已，穿短高坐进豪车，被熟人撞见，平白遭人遭。哎，这不是林景琛吗？大周末不出去耍，跑停车场蹲着。出去办点事儿，顺道过来取个车。可以啊，你藏得够深的。 这辆传得沸沸扬扬的黑色劳斯莱斯，合着是你的？当面冒领抬调价，可说不是，这帮人铁定追着问车是谁的。陈天龙特意交代过，不想惹麻烦。我一开口，不等于把朋友卖了。嗨，多大点事儿！行了，不跟你们扯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懂了，大佬都不爱显摆。那你先忙，我们回宿舍了。麻烦让让，我要出去。哥们儿。 以前只知道他家有军方背景，
没想到家底这么厚。这全校行注目令的感觉是真爽，可踩着朋友的派势撑自己脸面，心里也是真发虚。还好没人追着拍，顶多几句误会的八卦，随便糊弄糊弄也就过去了。久等了。没事，我也刚开出来没多久。你那台新车什么时候买的？刚买的。刚买的？上午刚嫌劳斯莱斯太高调惹麻烦，没一会儿新车就落地准备领牌了。戴叔，我想换台车。想要什么样的？低调，开着舒服，坐着舒服，安静。行，我来安排。你1个小时后去领事署就行，剩下的不用管。既然嫌劳斯莱斯高调，新车定位多半往下落，顶多是别克雪佛兰顶配。今天帮他挪车，还深度参与换车流程，我终于不再是幼稚少年，而是能办事的人。那根本不是几万大洋的别克霍福德。我刚才在车里自作聪明的推演，很可能又要出大问题了。陈先生您好，我是戴会长的帮办阿强。这车是按您的要求专门筛的顶配款，上牌的全部手续我半个小时前就跟署里打好了招呼，领牌只需要您本人过去签个字，走个过场就行。多少钱？车款加全部手续，1年扬程车险，一共23万5千大洋。会长特意交代，费用您不用急着管，先用车要紧，账后续慢慢算不迟。晚点我会把车款直接转到戴叔账上，1分不会少。你回去如实转告他就行。明白，陈先生，我一定如实转达。知道霞飞路别院吧？麻烦你安排人把那辆车开回别院地库，到了把钥匙交给宅里的管事就行，不用再特意找我确认。好的，陈先生，我这就安排人手。你换了辆利宾？利宾本就是顶级豪华车，戴族镇还是找了最高品的版本。好在这车外形收敛，这年头识货的人不多，勉强算低调。日后出入军政场合，过租界哨卡，这车的分量也足够撑场。我就说瞧着不一般，这是进口顶配版吧？哑光漆器、隐藏式门把手，内里全是讲究货，也就真正懂行的能看出来门道。表面瞧着真够素的，扔车堆里都不显眼。别研究了，先去办手续，办完还有事。上次我托家里叔父的关系办军牌，前后跑了3趟办事处，等了快1周才下来。到他这连10分钟都用不上。陈天龙这背景到底深到什么地步？连领事署的人都这么给面子。先生，这些是署里预留的外国领事专属号头，您挑一个，挑好我立刻给您制牌。景琛，你帮我选吧。我就一个要求，别选带6和带8的号码，越低调越普通越好，别太扎眼。老陈，咱们这就是按章程10选1，号段都是随机放的，想找特别扎眼的都难。你放心，我闭着眼都能给你挑个最素的，扔大街上车堆里都找不出来。这哪是什么普通10选1，这是把整个领事预留号段都摆出来让他挑。大哥，你跟我说低调，你看这布子上都是些什么号？你以为是我故意挑的吗？这是预留的10个选项，全是领事专属号段。那你帮我在里面挑个最低调的。你让我怎么挑？领字第88886号，挂出去旁人只当是钱庄掌柜；领字66668号，活像跑洋行的暴发户，哪有一个低调的？陈先生，所里交代了，您若是挑不中合意的，就用预留的领字第00006号，是所里特意给您留的号头。哪里是什么随机选号？从递上证件的那一刻起，号牌就是上头安排好的特列，我简直就像个误闯贵人牌局的蝼蚁，被高层力量按在地上摩擦。戴会长这人情给的太重了，明明想低调，结果弄来个比连号还惹眼的领事号牌。罢了，有这块牌在，日后进出外国人管制区传递密信都方便，也算物尽其用。随便你，您太强了，您随意就好。小刘，立刻把我上周让你锁进保险柜的那批预留靓号全部打散放回普通号池，现在马上办！啊，署长，
那批号不是您特意留着给各国领事和洋行大郎预备的吗？怎么突然要全放出去？让你放你就放，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半个钟头之内必须处理完，系统里的登记记录也给我改干净。对外就说是季度号服更新，统一放号，听明白没有？署长，那批号突然全放出去，明眼人一瞧就知道不对劲。要不要对外统一口径，就说是领事号段季度轮换？就按号部更新说。记住，只要陈先生选定了00006号，剩下的所有号码全部打散混进普通号池。今天这事儿，所有人的嘴都给我严一点，谁敢往外漏半个字，自己卷铺盖走人。我那辆引以为傲的军牌敞篷机子，别说跟这辆顶配利宾比，就是跟之前那辆劳斯莱斯比，连零头都够不上。我之前还想着在他面前展示军中人脉，现在想想，简直可笑得很。是陈同学呀，校长交代过，您快坐。沈管事，我换了台新车，想在你这边登个记，办个校园的长期入校牌照。好的好的，陈同学，您把车型和车牌号报给我，我马上登录全校通行名册，各门房立刻就能放行。利宾轿车。利宾？陈同学，这是什么牌子啊？就一辆普通轿车。哦，好的。车牌号是领字第00006号。陈同学，您刚才说的车牌号是领字第4个0一个6？对。好，陈同学，我明白了，您的车辆信息我现在就增入最高等级通行名册。1分钟后，您这辆车在所有校区，包括不对外开放的家属区和内部通道。那陈同学车子打算停在哪儿？离参谋楼的教学楼近一点，别太麻烦就行。这个您放心，汪道全之前专门交代过，让我给您在行政楼的地下车库里预留一个最方便的固定车位。沈管事，还有件事，方便的话，再帮我一个朋友也办个校园的长期入校牌照吧。可以的，陈同学。啊，还有我的事儿，我的车牌号是军字第 NB945号，负责敞篷军用旗谱。记下了，马上办好。那就麻烦沈管事了。校长，您之前交代的那位陈天龙同学，他来我这儿了，我已经按您的意思把他的通行资格全部开通了。另外，我把您专属的一个车位也腾出来给他了。为何？校长，是这样，陈同学换了新车，是一辆利宾轿车，车牌号是领字第0006号。你说什么？领字第0006号，校长，这牌照绝对不能按普通学生对待啊！行，我知道了。老沈，这事儿你做得很好。这一届新生里有个北地来的年轻人，不简单。临时让他上台发言是事实。这辆利宾这块00006昌牌是最凌厉的。这孩子背后的能量，比我和老戴加起来还大。老戴，我问你个事儿，你之前跟我提过的那个陈天龙，刚刚来税务处登记了学校通行证的车牌，怎么了，老王？3个小时前不是刚通过电话吗？他换了辆新车，利宾轿车，车牌是领字第0006号。0006号？他说想要换台低调点的车，利宾是我安排的，但这块车牌我不知情。在滨城地界，能悄无声息把这等领事号牌落到大一新生名下，能量远超我触及范围。老戴，你先别慌，也别自己瞎猜，这事儿我来想办法。我去打听打听，这块牌到底是从哪位大佬手里流出来的。领字第00006号，只要挂上这块牌，一切牌场的攀提都不值一提。但我那敞篷终于有长期通行证了，老陈，我那敞篷以后真不用再登记了吧？都登记名册了，问题不大。那就舒服了。你不知道我之前最烦开车回学校还得停外面，那种感觉特别难受。车是有了，结果学校不让进，那感觉特别难受。现在好了，以后我那敞篷也有正式身份了。这对面的人会不会玩啊？服了，你这么多旗都不要是吧？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出去一趟，回来跟失了神似的。
235000大洋就这么划出去了，连个停顿都没有。戴叔，天龙，没打扰你休息吧？车开着感觉怎么样？挺好，车已经顺利上好牌了，刚开回学校，还有235000的车款，我刚才已经开装票划到您账户里了。这次真的要谢谢戴叔，特别是上牌，您安排得很利索，一点时间都没浪费。车你觉得合适就好，手续上的事儿底下人去跑，没给你添什么额外的麻烦吧？特别是那块车牌，没有麻烦，确实很特别。车和车牌的事情我都记着，以后有机会，这份人情我一定还上。他分明察觉车牌不是我经手的，这是顺势把人情记在我名下，让我出面做台面人。这孩子的城府比我想的还深。天龙啊，有些事儿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话就不必说得太透了。你觉得呢？这件事就不必再往外说了，低调点最好。车牌就当是正常流程办下来的就行。那就麻烦戴叔了，改天有空我去拜访你。对了，戴叔，之前托您和汪叔安排的事怎么样了？安排好了，明日下午西郊林家庄园，林先生同意见你。多谢戴叔，我知道该怎么做。天龙，林先生隐居多年，性子傲，你自己把握分寸。明白。兄弟们，明天周末咱们……明天我有事出去一趟，你们自己安排。啊，行吧。终于到这一步了，林继民是指战棋局里最关键的一步棋，成则息兵，败则万劫不复。先生，最新的前线消息，江滩战线已经交火，北地军2个师逼近，大华国军也在增兵。照这速度，开春必定全面开战。还有大帅府已经连发3封急电，催少帅回去，比史书上的时间提前了2个月。父亲腹背受敌，才会急于开战，想靠战功稳住内部。可他不知道，这正是罗盘国人想要的。华国人打华国人，他们坐收离利。我今日去见林继民，商号的事你全盯着，两边的消息电报发给我。是先生。这一战，我必须拦下来，不只为了陈家，更为了整个华国。陈先生您好，先生已在里面等候，请随我来。有劳。林继民隐居3年，看似不问世事，实则院内岗哨暗藏，往来皆是政要。这哪里是农家院，分明是藏在滨城郊外的外交中枢。今日这一见，便是和谈的开端。坐。林先生，戴子镇和汪道全联名见你，说你年纪轻轻，眼界格局非同一般。我倒想听听你费尽心思要见我，所谓何事？我请先生出面斡旋停战。战事是两军主帅的定夺，我一个下野之人，何能斡旋停战？小兄弟，你太高看我了。先生不是没能力，是不想出山。先生执掌外交10余年，人脉遍布政商两界。只要您肯发话，双方都愿意坐下来谈。我为何要这么做？大华国军连战连捷，迟早定鼎全国。停战等于放任军阀割据，对国家有何好处？首先，我可保准说服大帅，和平统一。混战本就不应空耗军力。我们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大华国军，也不是北地军，是关外的罗盘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先生深耕外交多年，应该清楚罗盘国的野心。他们觊觎北地不是1天2天了，一旦混战打透，罗盘国军必定趁机发难，同是操戈，只会让外敌得利。你说的这些不是没有可能，但终究是预判，没有实据劝不动两边的驻帅。这是龙城发来的密电，罗盘国军最近2个月3次越界演习，枪炮声彻夜不虚，还炸死了北地军哨兵。我父亲陈作云已经连发5封急电向军部求援，可南边还在催着开战。你是陈作云的儿子，北地少帅陈天龙？是，我就是那个坊间传闻里在滨城纸醉金迷的纨绔少帅。那你此行见我是何意味？我今日来，一是请先生出面斡旋，促成和谈；二是想和平统一，避免混战，以对外务。先生，国难当头，
还请您出山。你一个20岁的少年，都有这般格局眼界，我又怎能继续躲在这乡野之间？你放心，通电一事我来办，我亲自给你父亲发报，也给南都方面发报，是战是和，先坐下来谈。多谢先生。但我有句话说在前头，停战容易，消灭隔阂难，你要做好准备，这条路不好走。只要能止戈为武，再难我也走下去。先生少帅，龙城回电了，大帅同意停战议和，即刻下令江滩前线部队后撤30里。南都方面也回电了，同意停火，派代表团赴滨城和谈。成了，停战，和谈启动。史书里的悲剧，终于被我改写了第一步。可这只是开始，罗盘国人不会善罢甘休，和谈之路也必定荆棘丛生。但至少，华国人不用再打华国人了。停战，江滩撤兵，双方合议统一了。真停战了？前几天还在说要打大仗，怎么突然就议和了？谁说不是呢？听说有位大人物从中斡旋，愣是把两边都劝住了。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有这么大的本事。管他是谁呢，不打仗就好，不打仗，老百姓就能过安生日子。没人知道是我做的，也不必有人知道。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实业、强军、域外务，要走的路还很长。